从股神变神探。今天带你们看看巴菲特这辈子最出风头的一次跨界破案。一家天天在电视上放穷孩子照片，骗足了老百姓眼泪的知名孤儿院，背地里账上竟然躺着2亿美元的现金。对付这种顶着慈善光环的骗子机构，普通人根本拿他没辙。可这回他们惹错人了。巴菲特带着几名小报记者，顺着财报一路查账，不仅端掉了这家全美最黑的孤儿院，还顺手拿下了美国新闻界的奥斯卡普利策奖。他真的很好笑，是个狠人。欢迎来到小叶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说到，芒格帮他打通了投资思路，买下了喜事糖果这台印钞机。到了70年代初，巴菲特手里有了大把闲钱，也开始对政治起了兴趣。他出钱又出力，想要包装一个叫哈罗德·休斯的民主党人去冲一冲总统。这老哥的履历简直像是为拉选票量身定做的草根逆袭剧本。他早年是个开卡车的，还是个重度酒鬼，可他人高马大，自带气场，嗓音据说有点像乡村歌手约翰尼·卡什。后来他不光成功戒了酒，还一路做到了艾奥瓦州州长，又当上了参议员。他经常出面去救助那些因为酗酒想自杀的人，在蓝领工人和年轻人眼里，他就是底层的代言人。所以巴菲特对他很上心，连自己常用的一个宏观小工具都交给了他，就是把通胀率和失业率加在一起的痛苦指数，专门用来给经济把脉的。1971年5月底，巴菲特拉着一帮政界大佬在华盛顿的酒店开筹备会，大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将来跟着他进驻白宫的画面。结果到了会上，休斯突然聊起了玄学。他说前阵子上电视，主持人问他信不信第六感，他张口就说信，接着开始大讲特讲自己的幻觉，说10年前一次醉酒醒来后，他就开了窍，能感知到没有发生的事。听得满屋子幕僚直冒冷汗。巴菲特沉着脸警告他说，议员先生，以后再有人问你这个，你必须要想办法绕过去，别让别人抓着把柄。美国政坛里骗子多的是，他们甚至假装信上帝，因为这招能拉选票。但如果你是真的相信玄学，老百姓绝对不会把票投给你的。可就在10天后，休斯接受报纸采访，公开声称自己找了个灵媒，跟过世的哥哥聊了整整1个钟头 ，barbecue 了。新闻一登出来，全美哗然，巴菲特的政治梦也当场碎了一地。不过经这么一招，巴菲特反倒看明白了，媒体在政治里那股话语权他也想要。于是朋友牵线，把大都会传媒的老板汤姆·墨菲介绍给了他。墨菲手里攥着一大把电台和出版社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媒大亨。为了拉巴菲特进董事会，他还专门跑了趟奥马哈。巴菲特请他吃上等牛排，又开车拉他回家见苏珊，两人还在地下室打了几局壁球。墨菲穿着双大皮鞋，在场子里跑得呼哧呼哧的。可一谈正事儿，老巴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嫌贵，当场就回绝了人家入股的邀请。他说，你们的股票太贵了，我去了也当不了话事人，算了算了。因为那阵子虽然大盘在跌，可电视股正在被爆炒，有线电视是新兴行业，加上地方专营权，估值一直压不下来。不过虽然买卖没做成，俩人倒成了朋友。打那以后，墨菲一有交易都会先给巴菲特打个电话。有回他说，有家不错的地方电视台正要出手，结果巴菲特还是嫌贵没要。这事后来被他列进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几个失误之一。也正是这时候，巴菲特意识到自己真正惦记的还是报纸生意。我估计这跟他小时候送报纸赚到了第一桶金脱不开关系。不过那年头的报纸商业模式是真的好，几乎躺着就能收钱。结果当他拿这个内幕线索跑去找华盛顿月刊爆料时，人家编辑心高气傲得很，觉得你一个搞投资的懂什么新闻，压根没搭理他。巴菲特碰了一鼻子灰，轴劲儿就上来了。大报纸不理我，行，那我自己单干。别忘了，他手里正好有一家早年花1块钱一股捡来的地方小报《奥马哈太阳报》。他和报社主编保罗·威廉姆斯盯上了当地名气最大的一家慈善机构儿童城，他专门为孤儿和青少年提供住所，让他们不用流落街头。这地方名气有多大呢？早在1938年，好莱坞就专门给他拍了一部拿下奥斯卡的电影《Boys Town》，而他最深入人心的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：一个小流浪儿背着一个小孩说，他一点也不重，神父，他是我的弟弟。
每年圣诞，这句话就印在几百万封募捐信上，寄往全美国，看哭了无数老百姓。大家就1块2块的把钱寄过去。可到了1971年，巴菲特发现这地方变味儿了，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像监狱的收容所，而且只收留男孩。1000多英亩的园区，雇了600多号员工，却只照看600来个孩子，而且他们还挑三拣四的，把那些有心理问题或者有案底的少年通通拒之门外。孩子们的作息死板的全靠钟声，第1声祈祷，第3声开饭，第4声一响，不管吃没吃完都得放下刀叉，第6声就得冲出餐厅，连写封信都要先被审查。这儿也不教什么谋生本事，每天就让孩子们去摘豆子、搭鸟窝，干些苦力活儿。巴菲特的商业嗅觉一下子就嗅到了不对劲，这机构平时的开销明显要比他收到的捐款少太多了，那多出来的钱都去哪儿了呢？可是调查一上来就卡了坑儿，账目捂得严严实实的，员工们也不敢吭声儿。掌门人威格纳态度强硬，根本不让外人查账。那段时间，巴菲特彻底化身巴尔摩斯，天天穿着双破网球鞋，套着件重蛀了的旧毛衣，裤子上还沾着打台球蹭的粉笔灰，带着几名记者在奥马哈四处摸线索。他兴奋地跟朋友说：“太好玩了，我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探长。”他还跑到对面的黑石酒店，请儿童城唯一的一位黑人董事吃早饭，套话。具体数字虽然没问出来，但他心里更有底了，这水深得很。就在调查卡壳的时候，巴菲特灵光一闪，那阵子他正好在家里给自己的基金会填报税表，猛地想起了国会刚出的一条新规，所有非营利组织都得向国税局递交一份叫990纳税报表的文件。他立马派记者赶往费城去调取儿童城的文件，因为那个年头要抄这种表，就只能亲自跑一趟国税局，一页一页的复印。等了20多天，包裹总算寄到了奥马哈。巴菲特当时刚跟芒格买下了喜事糖果，正忙着给朋友寄糖呢。一听文件到了，立马撂下手里的活就冲了过去。从财报里抓漏洞是他这辈子最上瘾的事儿。他乐呵呵地说：“我小时候就爱给人按指纹，一直盼着哪天能逮住个犯事儿的修女。这回总算靠着一张报税表逮住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院长。”为了保密，几个人把办公桌和文件柜全搬进了主编家的地下室，还拉了3条电话线。巴菲特亲自上阵，带着大家一行一行的抠数字，最后算出来的结果让人头皮发麻。这个天天哭穷的儿童城，真实的净资产竟然高达2亿多美元，而他一年到头的开销才450万。更夸张的是，这笔钱还在飞速膨胀，光一年收到的捐款就有1800万美元，是他一年开销的好几倍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绝大部分善款根本没花在孩子身上，这哪是什么孤儿院哟，分明是一台敛财机器。拿到铁证后，报道组扛着摄像机直接杀到了儿童城的筹款办公室。门一推开，里面哪有什么可怜的流浪儿童在写信哦，只有一排排女工踩着机器在流水线上批量打印催款单。记者又转头去采访了那位74岁的院长。这位老主教动过10几次手术，瘦得像只干瘪的老海龟，可对着镜头照样睁眼说瞎话。我们一直债台高筑啊，大家都过得很苦。记者摸了摸口袋里的录音带，拆都懒得拆穿它，直接结束了采访。周末，几个人窝在客厅地板上，绞尽脑汁憋标题。巴菲特说：“虽然咱们是家不起眼的小报，但要用全国最顶级的大报标准来写。”1972年3月30号，一篇长达8页的重磅专题登报了，大标题就叫《儿童城，美国最富有之城》。开篇第一句，巴菲特特意挑了圣经里的话：“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。”这篇报道刊登后，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，《时代周刊》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纷纷转载。这事还推动了全美慈善机构监管方式的一次大改革。儿童城下的周末紧急开会，立刻叫停了所有筹款活动。被揭了老底儿的院长气得跳脚，到处发公开信反击，大骂《太阳报》是一份散布黄色新闻的廉价小报，还把矛头对准巴菲特。这都是那个富得流油的家伙出于嫉妒在抹黑我们，他就是在反天主教。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第2年春天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奥马哈太阳报这家根本排不上号的地方小报，竟然爆冷击败了一众主流大媒体，拿下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。
1973年普利策地方调查报道奖。要知道，那一年跟他们同台领奖的是靠报道水门事件拿奖的《华盛顿邮报》，这个奖在新闻圈的分量就差不多等于演艺圈的奥斯卡。巴菲特得意极了，他那股正义感得到了大大的满足。消息传回奥马哈，整个报社都沸腾了。苏珊在家里烤了个巨大的蛋糕，上面写着《太阳报》普利策奖来庆祝。儿童城也终于低下了头，被迫公开财务预算，把钱投向了儿童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医学研究。而那位嘴硬的院长也只好退休了。这是巴菲特跨界当侦探最风光的一回。不过呢，拿了奖之后，报社里能干的记者纷纷跳槽去了大平台，主编保罗·威廉姆斯也退休了。光环一退，奥马哈太阳报依旧是一家不赚钱的报纸。既然赚不到钱，没过多久，巴菲特也就放手了。他想跟芒格一起去买那些真正的大型出版商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作家乔治·古德曼出了一本畅销书《超级金钱》，卖了上百万册。书里把60年代华尔街那帮基金经理全写成了吸散户血的恶魔，却唯独给巴菲特还有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留了整整一章的好话。在作者笔下，格雷厄姆说话文绉绉的，有点端着，巴菲特则完全是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，精于算账，远离华尔街的喧嚣，独自躲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，喝着百事可乐，冷眼看着市场的起起落落，摔呆了。接着这本书，巴菲特彻底火出了圈，投资之王的帽子就这么稳稳扣在了他头上，走到哪儿人们都在念叨，哎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沃伦·巴菲特？顶着这个名号，他和芒格在传媒圈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收购，只要价钱合适，就是一个字，买。他们想要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报业帝国，可是呢，这事儿并不顺利。毕竟那些大报的掌门人又不是傻子，都知道这是门好生意，开出的价格只高不低。那么他俩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